1938年7月25号下午1点多，巴勒斯坦海法，阿拉伯平民扎堆的水果市场里头，人声鼎沸，全是拖家带口采买的普通人。谁也没注意到，一辆装满西瓜的驴车边上，一个不起眼的金属牛奶罐子正在滴滴答答走着秒。然后一声震天巨响，火光冲天，市场瞬间变成了人间炼狱，断肢残骸是飞得到处都是，鲜血浸透了满地的水果。这起犹太军事组织伊尔贡亲手制造的爆炸案，当场夺走了35条无辜性命，另外有70人重伤。这就是被后世无数研究者敲定的现代人类历史上针对平民搞大规模恐怖袭击的首起案件。然后是1940年11月25号，海法港一艘叫帕特里亚号的客轮，上头挤满了1771名刚从纳粹魔掌里逃出来的犹太难民，正眼巴巴等着靠岸呢。犹太武装哈加纳为了阻挠英国人遣返难民，在船的底部安了炸弹，本来是想搞点小破坏博取同情的，没想到炸药当量没算准，直接把这艘12000吨的船炸沉了，260多个犹太人就这么稀里糊涂葬身海底。自己人搞死自己人，为了政治目的拿自己同胞的命当殉葬品，这种冷酷无情给未来世界的恐怖暴力定下了毫无底线的基准。再到1946年7月22号的中午12点多，耶路撒冷的大卫王酒店，20个伊尔贡分子穿着阿拉伯长袍，推着几个不起眼的牛奶罐，大摇大摆走进了酒店南边的厨房。那些罐子里装的当然不是牛奶，是350公斤烈性炸药。一声天崩地裂的巨响，酒店南面的整个西侧楼宇瞬间垮塌，当场砸死91个人，46人受伤。死的人里有英国人，有阿拉伯人，甚至还有17个犹太人。最恶心的是，这场大屠杀的策划者伊尔贡的头子梅纳赫姆·贝京，在全世界人的唾骂声中，竟然在1978年堂而皇之地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这就是西方话语权底下的那个所谓的文明世界。还有呢，1948年4月9号，天刚蒙蒙亮，耶路撒冷西边一个叫戴尔亚辛的村子，这个跟周围犹太邻居签过和平协议的平静村庄，突然闯进了伊尔贡和莱西组织大约120名武装分子。这些暴徒开着装甲车，挨家挨户的搜，不管是90岁的老人还是18个月大的婴儿，通通不放过，见人就杀，见屋子就炸。超过110名村民惨死在刀枪和手榴弹之下，绝大多数是手无寸铁的妇女和儿童。这场血腥屠杀的目的只有一个，制造巨大恐慌，吓得周边几十万阿拉伯人连滚带爬逃离家园，好给他们腾出建国的空地儿。当年加拿大军事史教授戴维·查特斯说什么，犹太恐怖主义在战术和战略上都很要命，在战略上直接推动了以色列建国的进程，他们甚至连民航客机都不放过呀。1954年12月12号，地中海国际空域，以色列空军直接出动战斗机，在空中强行拦截了一辆叙利亚航空公司的民航客机，逼着人家降落在以色列的洛德机场。机上4名乘客和5名机组成员被关了2天才放走。这是人类航空史上破天荒头一回啊，一个主权国家实施空中劫持。当时以色列的外交部长摩西·夏里特在自己的私人日记里写了这么段话：美国国务卿说，咱们的行动在国际惯例史上前所未有。我估计是真的。让我震惊和担忧的是咱们军方领导人的狭隘和短视，他们好像觉得呀，以色列在国际关系里头可以甚至必须按丛林法则办事。连他们自己人都看不下去了，谁还能受得了他们呀？从海法市场的牛奶罐炸弹，到帕特里亚乘船的他们的自己的同胞，到大卫王酒店的轰然倒塌，到戴尔亚辛村的尸山血海，再到青天白日上的野蛮劫持，这一桩桩一件件，那不是什么激情犯罪啊，是深深刻在他们骨子里的系统性策略。
那些淌着血的档案和数据不会撒谎啊！今天在加沙、在黎巴嫩、在全世界口诛笔伐的，包括种族灭绝行为在内的所有极端手段，就是几十年前被这帮人一笔一画写在暴力启蒙书上的。你在新闻里看到以色列那些穿着西装、满口仁义道德、大肆谴责恐怖主义的类人生物的时候，千万别忘了翻开近代史，在现代恐怖主义那一章、那一页、那一行写得清清楚楚的那个名字，就是他自己。